完美世界160集，10号偶遇红黄大美女，英雄救美，两人进入药田夺宝。荒凉的山地之中，10号独自站立，蛟龙其头颅被斩落，元神已经熄灭。这一场景震撼人心。10号如同魔王降临，令人不寒而栗。10号轻蔑的一笑，露出清秀的面容。妖龙道门的人无法接受眼前的惨状，他们愤怒至极。异族的初代精英是未来的希望，就这样被无情的击杀了。妖异刚刚成神，便遭遇了致命一击，其头颅被一击斩落，血液刺痛了所有人的双眼。10号感到身体干枯，缺乏生机，他决定要好好休养一番。他跳入圣洁的泉池中，开始炼化宝液，补充自己所需的能量。这个泉池是小千世界中的一处稀世珍宝，曾是妖异成神之地，现在却几乎被10号炼化殆尽。经过1天1夜的休养，10号吸收了泉池内所有的神性精华，他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恢复，肌肤白皙透亮，生机勃勃。他体内的伤口已经愈合，108道光团透过血肉发出光辉，璀璨夺目。10号走出宝池，将蛟龙的尸体拿来，熟练的处理，准备烹饪。他将蛟龙的肉和心脏等部位放入一口紫色的骨鼎中，开始熬炖。外界的人看到这一幕，无不震惊，妖龙道门的人更是愤怒至极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。10号在小千世界内享受着他的猎物，他甚至从乾坤袋中取出老酒，果然还是那个吃货。妖龙道门的真神们看到愤怒至极，却也忍不住关注着10号的一举一动，他们的心情复杂，既愤怒又无奈。10号的行为超出了常理，击败就算了，还要将其作为食物。他的行为让其他门派的修士也感到庆幸，因为他们的弟子没有遇上这个凶残的对手。一个神火境的高手在地上颤抖着，面对10号这个魔星，他感到极度恐惧。10号威胁他，如果不说出其他门派弟子的下落，就会将他也吃掉。外界的火云洞、罗浮真谷等门派的修士感到愤怒和担忧。10号大吃特吃，将整条蛟龙都吞食殆尽，连汤汁都喝得一干二净。然后他盘坐在那里，浑身发光，炼化血肉宝药，补自己的身子，想让那些伤尽快痊愈。大半日后，他睁开眼睛，那个蛟族的高手一直站在那里，没有逃走。10号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如果他知道其他门派弟子的下落，带他前往，可以考虑给他一条生路。外界的门派修士都感到心头一跳，这个家伙极度危险，盯上谁都多半要倒霉。妖龙道门的弟子结结巴巴地说他见过冥土的人，进入了一方生机勃勃的小世界。10号带着他驾驭闪电，瞬息横空而去，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他发现应该是民族的人在追杀一个女子，那女子一身赤色战衣，身段高挑，正在边战边逃。10号认出她是红黄，曾与他有过交集的上界贵女。红黄见到10号的刹那，先是一呆，而后脸色发白，道：“鬼啊！”10号大叫晦气，身形一晃，到了他的近前。红黄惊声道：“你这死鬼，敢占我便宜！”10号笑嘻嘻地拉起他的洁白的手臂，放在自己身上。红黄大吃一惊，10号的速度太快了，跟闪电似的，竟没有躲避过去。10号示范，单手托着他银白的下颌，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是你占我便宜好不好？你在摸我呢？那这样才算是我占你便宜。”红黄仔细感应，确信气息是10号不会有错，一时间呆住了。10号问道：“后面追杀你的是不是民族的人？”红黄愤懑地说：“是，他们抢了他一株圣药，还要追杀他。”10号笑了：“真是太好了，我正在寻找他们，一会儿请你吃鬼。”红黄大眼一闪，以手抚胸，终于明白了不少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心头剧烈起伏。他觉得站在10号的背后，什么都不用怕了，因为这少年有种无敌的自信和风采。在10号和红黄的周围，黑雾翻腾，民族的生灵迅速接近，并将他们包围。民族的成员并没有立即攻击，而是在等待后方更强者的支援，准备围猎10号和红黄。红黄紧张地提醒10号，建议他趁现在突围，因为民族的生灵数量众多，阴气逼人，看起来像是刚从地下挖出的遗骸。民族的成员中有人形的、神禽、走兽，甚至海中的乌贼等，形态各异，但都散发着冰冷的寒气。10号并未担忧，反而露出了笑容。他注意到为首的几个民族生灵，除了一个人形的外，其余都是异类，且实力不凡。其中包括一头像小山一样巨大的黑色乌龟，一只海兽，以及其他庞然大物。它们像是几座山头立在这里一样。民族的头领中，一个人形生灵命令10号离开红黄，但10号以挑衅的语气回应，要求他先示范滚开。对方随即发起攻击，命令一名持着巨锤的乌贼攻击10号。然而10号以雷电之力轻易击败了乌贼，将其元神定穿，令他倒地不起。这一击震惊了在场所有民族生灵，人形生灵试图以民族的身份来缓和局势，但10号并不买账，打断了他的话，并嘲讽他们不配与他称朋道友。10号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，他手中的剑由电光凝聚而成，炫目之极。随着人形生灵下令，10几个民族成员一同出手，黑雾和冥气翻滚，但10号以雷地宝术迎战，瞬间击杀了7、8名民族成员。
10号的实力全面超越了在场的民族，他的雷霆宝术威力巨大，如同天罚。10号迅速接近那人形生灵，以闪电剑击穿其护体明光。人形生灵祭出白骨幡，试图以宝具抗衡10号，但10号的雷霆之力将其白骨幡炸裂，最终以一剑斩落其头颅，结束了这场战斗。随后，另一名民族强者赶到，牵着一头地狱3头犬，放出豪言，要将10号和红黄一并杀光。10号对民族的腐烂气息感到厌恶，决定将民族列入黑名单。地狱3头犬扑向10号，但10号以鲲鹏之力一脚将其踢碎，彻底震慑了所有民族成员，显示了他对红黄的保护之意。面对身穿血色甲胄的民族男子，10号并未感到恐惧，一如既往的轻松自如。红黄在一旁提醒10号，这名男子是黑暗神子的手下，实力不容小觑。10号则表示自己曾击杀过名字，根本不会将黑暗神子放在眼里。红黄进一步解释黑暗神子的来历，称其可能是天地初开时的古尸，拥有极其恐怖的力量，比名字要厉害得多。10号对此不以为意，宣称即使黑暗神子来了，也将一并击杀。血色甲胄的男子想要以黑暗神子的名号威胁10号，但10号并不买账，反而大开杀戒，将民族的生灵打得惊恐不已。雷电之力直接溃散了他们的名气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民族的成员心生恐惧，请求10号手下留情，表示不愿与他为敌。然而10号并不打算放过他们，继续展开激烈的攻击。血色甲胄的男子在绝望中使用一件宝物记录下10号的形神，就是想要以此通知黑暗神子，但10号毫不犹豫地将其击杀。战斗结束后，10号和红黄讨论黑暗神子的实力，红黄担忧地描述了黑暗神子可能拥有的天生神通。10号虽然感到惊讶，但并未感到害怕，他觉得只要自己的道圆满，即使面对史上最惊艳的一群人也毫无畏惧。在打扫战场时，10号发现了3株圣药，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些圣药对他来说极为珍贵，有助于他恢复伤势和提升实力。他们怀疑这些圣药可能来自一处仙古药田，而民族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想要杀掉10号灭口。10号和红黄决定探索那处遗迹，以确认是否真的有古老的药田存在。在一个月圆之夜，他们来到遗迹，发现这里虽然已经没有建筑物，但仍然有一些瓦砾和巨树。在血月的映照下，遗迹显得格外妖异。在继续深入探索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惊人的景象：一只洁白的龟驮着一个美丽的白衣女子在遗迹中心移动，同时有浓郁的药香弥漫。这一奇景让10号和红黄都感到震惊，仿佛他们正处于羽化飞升的边缘。伴随着浓郁的药香，10号深吸一口气，感受到伤势似乎都有所减轻。红黄好奇于这一人一龟的种族，它们巴掌大小，却晶莹剔透，女子玲珑娇小，若放大定是绝代丽人。突然有歌声传来，柔和悠扬，仿佛9天仙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10号和红黄怀疑这是否是传说中的无上神圣宝药，红黄更是激动地认为他们得到了逆天的大造化。然而10号感到不对劲，因为那歌声带有诱惑力，似乎在吸引人前往。他开启5道天眼的雏形，发现一人一龟的幻象消失了，药香也淡了一些。红黄回忆起古书中的记载，确信这是一株能画出白龟和玄女的神药。10号绕着遗迹行走，发现了大阵守护，只有从特定角度才能看到内部。他发现了荧光和药香的源头，确认有一株神药在造成幻境，引人破阵。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虚天神藤，这是一株能生死人肉白骨的神药，其能力可以与天仙书院的渡劫神莲相媲美。10号和红黄决定采摘这株神药，但发现法阵强大，危险重重。10号尝试采摘，却几乎触发阵法，险些丧命。要采摘到虚天神藤，难度极大。两人继续探索，发现了多层空间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危险和宝药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法阵，最终来到了第5层空间。这里曾是一处药田，土壤泛出宝光。在这里，他们发现了虚天神藤，1米长，拇指粗，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浓郁的药香。然而法阵的威力让他们无法接近。10号决定寻找帮手破阵，他唤醒了打神石和黄蝶，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。打神石虽然抱怨，但在10号的坚持下，同意帮助破阵。他们回到药田，发现也有不少人被吸引过来，甚至有阵法大师。打神石开始破阵，经过艰难的努力，终于瓦解了阵纹。就在他们以为可以采摘虚天神藤时，一个银袍年轻人出现，冷漠地要求他们离开。10号和红黄面对这个初代的挑战，10号沉下脸，表示不会让这个想半路摘桃子的人轻易得逞。两人准备迎战，